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15种衰败之人面相，一生贫穷劳碌。同样是人，命运却有好有坏，悬殊巨大。有些人似乎天生就是上天的弃儿，命运坎坷，衰运连连，无论做什么事儿都很难成功，常常与失败为伍。一起来看看这样的人有什么面相特征。一、胡须过硬。不管男女，胡须过分旺盛、过于蓬乱都不是好事儿。男人胡须过于旺盛，毛发过粗过硬，容易性情粗暴，像李逵、张飞一样，性情极端，酒后闹事，克妻克财。女人胡须旺盛比较明显，包括体毛粗黑而硬，明显的阳性过激，容易性情极端，克夫之命，家庭很难和谐。2、声音雌雄颠倒。说白了就是女性有男人的声音，男人有女性的声音。不过现在女人开放了，女人有点男人的声音还好一点。不过如果女生男人的声音过重，还是对自己的命理不好，克夫，影响子女运。特别是男人说话像女生的声音，特别的尖细弱小，那么这个男人不管他长得有多么好，面相多么给力，声音弱细，他的命运也会大打折扣。3、眼睛浑浊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喜欢黑白分明，凤目有情，就怕浑浊不清，特别是白眼珠，黑黄带有血丝，外观看上去就像要哭似的。这种眼睛是破财招灾败家的征兆，很不吉利。4、蛇形雀跃。这种情况主要讲的是走路之相貌，人要走有走相，坐有坐相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走路以轻盈稳重为吉利。假如走向轻浮，不稳重，坐立不宁，站又站不住，走又东倒西歪的，不是好相也是败相之一。5、高而不直。身高而直，昂首挺胸，命占一贵。但如果身高很高，高而弯曲，比如刚到中年就探头驼背，是为不吉。特别是男人勾头下看，老是像在地上找东西一样，更为不吉。年纪轻轻早年探头勾头，成为一大败相，所以人要养成昂首挺胸的习惯。6、瘦而无神。相学术语中有10个胖子9有福，就怕胖人没屁股；10个瘦人9个贫，就怕瘦人没精神。精神对于人来说非常的重要，不管男人还是女人，瘦倒是不怕，瘦要显得精神焕发，就是贵相。人就怕瘦而神乎，瘦而无神，瘦而无精打采，没有精气神，也是败相之一。7、胖而无收。有的人胖而魁梧，虽然胖但不显臃肿，但不管男人还是女人，体重分量没那么重，外观看上去显得特别的胖，特别臃肿，特别没有精神。这种情况也是一大败相，此人百事不成。8、多动不稳。有句话说男抖穷，女抖贱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不管男人还是女人，老嘚瑟就老是不能静止，就像孩子的多动症似的，好不容易坐一会儿，那个腿身子就抖个不停，有多少财富也得让你这样给嘚瑟完了，此亦人生一大败相。9、印堂发暗发青。在面相中，印堂被称之为命宫，一个人的精气神都聚集在此处。假如印堂处发暗发青，预示其人近期有灾，要特别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，尤其要注意交通安全，最好不要独处出行，也不要与陌生人或者不熟悉的人相处。假如印堂处出现暗红色，则预示近期可能要招口舌是非，因此一定要谨慎言语，不要因为逞一时之口舌之快而为自己招来祸端。10、鼻孔露鼻毛。鼻子在相学中为财库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赚钱能力和蓄财能力。如果鼻毛外露的话，代表着财库深邃，预示着钱财外流。而且这种鼻相看上去非常的不雅观。这种人一般处事非常的随意，不太在意别人的看法，也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。为人处事方面看似大度而随意，不喜欢计较，但实际上自视甚高，性情也比较的高傲，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或者劝说。
在个人投资理财方面容易欠缺思考，全凭自己的心意，导致破财而败运。11. 鼻孔大且上扬。鼻子在相学中称之为财帛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，而鼻孔就相当于财库的两扇大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守财能力。如果一个人的鼻孔长得较大，而且上仰外露的话，这种人一般为人处事方面比较的豪爽大方，在交际方面非常的舍得，缺乏理财观念，有钱就花，不懂得节制和规划，属于那种过完今天不讲明天的主，财来财去比较快，花钱大手大脚，即使挣再多的钱也留不住，总是入不敷出，甚至还会欠下外债。不过好在人际关系还算不错，总是能在身边寻找到助力和支持。12. 横纹破颧。所谓的横纹破颧也称破颧纹，颧骨代表着一个人的个性、能力、进取心和掌控欲。如果一个人的颧骨部位长有一条横向的破颧纹的话，首先来说，长有此纹的话，看上去人会非常的不精神，虽然跟破财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，但是容易破坏到自身的权势和事业，身边多小人，容易卷入到各种是非和纷争之中，影响到自身的人际关系和交际，导致大权容易旁落，一生费心又费神。13. 法令破兰台。法令纹既是起始于鼻翼两侧，然后向下延伸的纹路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威严感，而鼻翼部位在相学中即称之为兰台，代表着一个人的理财力和蓄财力。如果法令纹的起始部位有一部分是从鼻翼开始的话，即称之为法令破兰台，这种属于典型的破财之象，就像在两侧的财库部位拉开一道口子，在金钱方面容易与人发生纠纷和矛盾，导致钱财受损外流，而且一发不可收拾，一生麻烦较多。14. 眉眼间距窄。在面相中，眉毛和眼睛之间的部位被称之为田宅宫。田宅宫生得宽阔明润的人，乐观开朗，能忍耐，可拥有属于自己的房产。假如田宅宫生得狭窄，颜色暗淡，则其人性情急躁，做事缺乏耐心，难有自己的房产，总是在租来的房子里面。此外，田宅宫还象征着一个人的家庭情况。假如田宅宫生得差，特别是在其上出现斑、痘、疤的人，往往与家人的关系不好，会因为种种问题而与家人发生冲突。这也就是命理上所说的六亲缘薄，凡事都要靠自己，做事难成功。15. 耳朵单薄，颜色发暗。面相学上，耳朵代表了人的先天福分和智慧，也常常通过观察耳朵来判断一个人的身体情况。耳朵生得单薄的人，往往先天福分较少，身体孱弱多病。再是耳朵颜色发暗的人，往往身体健康状况不佳，要么有病在身，要么就是潜伏病灶。耳朵颜色发暗并且还发青的人，往往肾脏功能有问题。耳朵燥红的人，心血管系统不好。福祸无门，为人自招。人生的福分或者是磨难，都是人自己积来的。在生命的轮回中，自己做的任何事情都有回报，行善得福报，作恶得业报，非常公平，丝毫不差。不要感叹上天对自己的不公，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就从自己做起，少一些怨恨，多一些善良，多帮助别人，多行善事，好运自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酱汁，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，有这5种变身征兆，天生注定是富贵命，不当富翁都不行。相由心生，从一个人的面相和手相就可以看出此人心性。因为相是内心好坏的一个展示，眼为心灵的窗口，人之善恶皆可看眼。鼻为富贵之根，耳为智慧之花。从一个人的面相就可以看出此人财运如何。富贵之人必生富贵之相，贫贱之人必有贫贱之眉。那么什么样的相貌特征表明你天生就有发财运，富贵来时挡都挡不住呢？1. 天仓饱满，地库方圆。
八字中有财库，而面相之中有仓库，其仓库又分天仓和地库之分。位于2个太阳穴旁眉眼之上的位置就是天仓。这个位置若是丰厚饱满，则暗示财源广进，代表资金充足，赚钱会比较快，一生富裕。而地库位于下巴左右，这个位置代表的是不动产的位置，若是丰厚饱满，则会有不少的不动产。2. 五岳风巢，富贵无疆。山有五岳，人也有五岳，其五岳指面部上面的鼻子为中岳，额头为南岳，下巴为北岳，左拳为东岳，右拳为西岳，此为五岳。若是这5个位置丰厚，则代表财源丰隆，一生不会太辛苦，并且很容易富贵，且在社会上高人一等，聪明，所以赚钱有头脑。3. 颧骨丰厚，鼻子挺拔。颧骨是代表一个人的权力，是暗示统治欲望的位置，而鼻子关系着一个人的财运。若是鼻子挺拔，就必须要颧骨丰隆才可以配衬。若是只是鼻子挺拔，而颧骨低矮，也不是好的面相。一般来讲，这2个位置高挺而不夸张的人，都会非常的自信，敢于打拼，敢于创造。由于比较有魄力和胆量，所以更加容易获得成功。4. 掌中有窝，三味饱满。手中心有一个深窝的人，再配合掌中这3个位置饱满，则财运非常的好。三位即为食指下端、中指和无名指下端、小指下端。这3个位置若是丰隆饱满，则财运佳，正财运和偏财运都是非常的好。这样手相的人赚钱有方，生财有道，头脑灵活，并且会有很多贵人的帮助。5. 朱砂掌，富贵自天降。说起朱砂，必然就会想到红色，朱砂即是红色。若是手掌上面出现了无数个红点，散发在整个手掌上面，颜色鲜润，主一生财运好。拥有朱砂掌的人，大多数都是可以白手起家的人。这种手相的人最适合在商业上面打拼，适合从商业上面获得财富。面相、手相是非常有意思的。每次一说到面相，大家就会用马云来反对这样的说法。要知道，马云长得的确不好看，但是面相并不差，因为面相和美丑毫无关系，并且马云的手是很纤细的手。但凡男人生女人的手是没有不富贵的，若是女人生男人的手，就很难发达了。马云的面相属于否极泰来之相，是阳男阴女之相，属于奇人奇相，和邓小平的面相有相似之处。富贵之人不在于长得好看，而在于五官精致。但凡得一官职，3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7种小人面相的人一定要远离。俗话说，心口皆是是君子，口是心非乃小人。在人际交往，尤其是在工作中，如果遇人不淑，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小人常作怪，表面看似对你热情不已，然而只要有机会，他们就会在暗地里捅你一刀。所以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上，最好对这种人敬而远之。其实从面相学上来看，小人在面相上是很容易被识别出来的。那你知道小人都是什么面相吗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鼻子歪。相术中有云，鼻歪则心歪。鼻子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自我、自信和人品。
如果一个人的鼻梁歪斜或者出现鹰钩鼻的话，这种人大多非常的自私，内心冷漠，心术不正，做事喜欢算计，缺乏公正，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，做事不择手段。正所谓鼻歪不可交，眼斜不看清，在利益面前做事儿非常的绝情，甚至还会出卖身边的亲人或者朋友。2. 面大鼻小。所谓的面大鼻小，指的是脸型较大，但鼻子在整个脸部中所占的比例较小，鼻子看上去比较小。脸庞大的人一般亲和力比较强，容易相处。但是如果鼻子较短或者鼻梁较小的话，这种人大多缺乏主见，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，经常误信他人的谗言，缺乏判断力，总是摇摆不定，忠诚度不高，容易被人利用。而目光短浅，考虑问题只顾眼前，为了利益容易出卖主子。3. 颧骨塌陷。颧骨代表着一个人的权力欲、决断力和社会地位。如果一个人颧骨塌陷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内心非常的阴暗，为人阴险狡诈，做事不够光明磊落，总是喜欢在背后玩弄一些计谋和手段来算计别人，但明面上性格显得又非常的懦弱，自己缺乏进取心，也没有太强的能力，但是也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，而且自制力比较差，容易经不起外界的诱惑，整天一副悲苦相，好像别人欠他们钱一样，经常把自身的负能量传递给身边的人。4. 鼻低颧高。鼻低颧高指的是鼻梁低凹，颧骨高耸。鼻梁太过低凹的话，则为人缺乏主见，遇事总是犹豫不决，拿不定主意，缺乏立场和原则，容易受到别人和外界的影响，总是摇摆不定。而颧骨太过高凸的话，性格方面则非常的野蛮霸道，处事蛮不讲理，掌控欲极强，凡事都想掌握控制权和主动权，处事手段比较的极端，缺乏正义感，容易做出一些奸邪之事，一生破败。5. 尖嘴猴腮。尖嘴指的是嘴巴小且钱绰，嘴巴代表的是一个人对待金钱的态度，钱财进出的能力，享受欲和感情薄厚。嘴巴小而尖长的人一般生性贪婪，心眼非常的小，心胸狭隘，缺乏容人之心。而猴腮指的是腮骨尖削无肉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锥子脸。腮骨代表着一个人的坚持、意志力和忠诚度。两腮尖削的人大多缺乏诚信，做事喜欢半途而废，缺乏担当，容易做出一些背信弃义之事。6. 贼眉鼠眼。所谓的贼眉指的是眉毛长得比较短，就一小撮。俗话说眉不盖眼，财散人离。长有贼眉的人大多比较的胆小怕事，性格比较的怯懦，缺乏胆魄和正义感，喜欢耍一些小聪明，经常做一些投机钻营之事，做事不够努力和踏实。鼠眼指的是眼睛比较小，但是却非常的圆，眼神总是东张西望，飘忽不定。这种人大多内心非常的狡诈，坏点子比较多，做人做事缺乏诚信，整天喜欢算计，不能与这种人交往。7. 伏面沉吟。在相学中，所谓伏面指的是不长胡须的男人，而沉吟者指的是腮骨宽大，脑后见腮的面相。如果男人不长胡须的话，则预示着体内多阴少阳。这种人大多内心非常的阴沉，其心不正，内心非常的叵测，经常心怀不仁不义之心。而腮骨也称反骨，如果一个人的腮骨向两边突出明显，比较宽大的话，在相学中称之为脑后见腮。这种人大多内心非常的固执，喜欢一意孤行，利益面前绝不手软，容易做出一些忘恩负义之事。以上这7种面相就是小人面相，大家遇到一定不要深交，尽可能的要远离。不过很多人想躲也躲不开，这是因为你的面相是招小人面相，这种面相可就不太好了。那么招小人的面相有什么特征呢？接着往下看。1. 唇部包齿。唇部包齿指的是一个人的嘴唇盖不住牙齿，牙齿前凸。这种面相的女人一般做事非常的没有原则，内心非常的自私，做事全凭自己的喜欢和心情，完全不顾他人的感受。
这种面相的人一般忠诚度不高，小心思比较多，处理问题时比较自我，待人不真诚。而有的人则是比较淳朴，没有心机，做事非常的不靠谱，容易被人看不起，命中容易犯小人，容易遭到小人的欺负和陷害。2. 鼻子小而无事。鼻梁在面相中为中越，为脸部最突出的器官。如果鼻梁比较小的话，则看上去缺乏气势，整个人看上去气场比较弱，给人一种非常软弱好欺的感觉。这种人一般个性保守，做事缺乏魄力，在待人处事方面为人比较的吝啬和小气，将钱财看得极重，并且心胸不大，容易与人斤斤计较，做事儿非常的谨慎，缺乏冲动，在生活中容易遭到他人排挤，从而成为小人陷害的对象。3. 眉毛散乱或者眉重压眼。眉毛在面相中又称为交友宫，代表了一个人的人缘和交友运。同时，眉毛在面相中又称为情缘宫，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感情状况。若是一个人眉毛散乱或者眉重压眼的话，为人处事非常的较真儿，凡事都喜欢追根究底，所以人缘往往不太好，感情往往也不太顺利，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朋友，容易因为利益而被小人设计陷害。4. 印堂赤红。印堂位于两眉之间，面相中又称为命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运势变化和命中吉凶。而印堂宽窄代表一个人的心胸大小。印堂为人体几大重要经络的交汇之处，印堂气色可以暗示一个人近期的吉凶祸福。如果印堂部位颜色赤红的话，主行商，预示着近期运势不太好，工作生活阻碍重重，身边小人比较多。5. 眼睛浑浊。眼睛为一个人精气神之所在，不仅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内心，也能反映出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手段。如果一个人的眼神外露，眼睛常常伴有血丝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性格比较冲动，说话比较的难听尖刻，容易出口伤人，不善于交际，人际关系非常的差，经常得罪人，所以容易受到小人记恨，从而遭到小人的报复。6. 肩门破损。肩门指的是及眼尾的太阳穴附近部位，在相学中也称之为夫妻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夫妻感情运势和自我意识。如果一个人肩门处于过于凹陷，或者杂纹横生，或受伤有疤出现破损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头脑比较聪明，情商也比较的高，内心也比较的谦卑，异性缘非常的好，容易遭到其他异性的记恨，在生活中容易招惹小人，在事业和工作中容易被人利用，也容易被他人破坏名声。7. 腹周嘴。所谓的腹船口指的是嘴角下垂明显，整个嘴型就像小船翻过来一样。这种嘴相的人一般性格方面比较的悲观和沉闷，判断能力和认知能力比较差，容易误交损友，只喜欢听一些好听的话，不喜欢听真话。个性方面又非常的挑剔，特别的爱抱怨，从来不懂得反省自己，没有人愿意与这种人打交道，也容易受到小人的伤害，整天看上去愁眉苦脸的，好像全世界都对不起他们一样。8. 法令纹有痣。法令纹长痣的人对事业影响非常的大，这种人一般脾气比较的固执，为人非常的严肃内敛，很有原则性，不容易妥协，所以在事业和婚姻关系中容易与身边和家人发生矛盾和争执，常常因为一点小事而小题大做，容易导致婚姻出现裂痕。这种人非常的爱管闲事，总是看不惯这看不惯那，所以常常因为这些举动来引起小人的干扰，容易给自己招来意外的祸端，从而导致一生的运势不畅，晚年生活比较的艰辛。如果你不幸是以上这8种面相，那么小酱汁建议你身上带一些辟邪的风水物件，这样能够有效避开小人。一般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身体16颗黄金极痣千万不能点。痣是相学风水中的一个重要分支，
自古以来就有通过志向看人的命运的说法，志的好坏和所处的位置分不开关系，好志带来富贵吉祥，而有的人为了美而去点痣，但首先要清楚痣的好坏，不然很可能就把你的福气点没了。那么哪些痣属于身体的黄金好痣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一、头顶长痣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头顶的位置处长有吉痣，隐藏的比较隐蔽，则一般的情况下，这样的人天生命中主富贵，无论是婚姻还是自己的财运，往往都能够拥有一个不错的发展。命中先富贵，就算是早年的运势一般，日后也能够帮助自己的事业方面得到极高的提升。而且头顶长痣的人，命中显贵，少不了贵人的提携与帮助，只要是抓住机会，他们就一定能够飞黄腾达，成为人上人，个个福气不浅。二、耳朵长痣。耳朵的在相学中代表的是福气痣，而一般拥有这样极致的人，天生好命，福气旺，而且自身的头脑也会比较聪明，身体比较健康，财运比较旺盛，一生都会过得比较顺利，多能够成为有钱人，福气满满，注定能够成就大业，不用为金钱运势发愁，而且晚年的运势非常的不错，属于越来越值钱，个个都有大财运。三、颧骨长痣。颧骨长得好坏是可以用来判断他们的权力、才势、能力大小等。若是在颧骨的位置处长有吉痣，则属于典型的贵人痣。一般这样的人能力强，本事大，天生的领导能力出众，拥有非常不错的晋升机会，干啥都会非常的有出息。而且在颧骨处长有吉痣的人，往往会在关键的时候得到自己的贵人拉一把，升职加薪的机会一定不会少。四、眉中长痣。往往在眉毛内的位置藏得比较隐蔽，往往会有眉里藏珠的意思，则一般的情况下，则这样的人命里藏财，为人低调聪明能干，是赚钱的好能手，所以他们往往具有赚大钱的本事与能力，无论是正财还是偏财，都会略微胜别人一筹，至少会保证以后都不会缺钱花，财运福禄也会跟着旺盛，尤其是会在婚后得到自己伴侣的助力。五、嘴角长痣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嘴角的位置处长有吉痣，则属于典型的福禄痣。通常这样的人干啥都会成功，而且嘴皮子比较溜，能够吃八方来财，实力强大，日子过得富有。尤其是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，一定会比别人更加的强，所以他们自身的运气会非常的好，而且还会取得比较好收入报酬，一辈子都不会缺钱，后半生有能力有本事。六、下巴有痣。下巴代表的是一个人晚年的运势，如果一个人的下巴上面长有痣，说明这个人晚年的时候衣食无忧，可以坐享天伦之乐。这种人在中年的时候对待生活，怀着一种积极的态度，认准一个方向，使劲向前冲，拼尽全力。在中年的时候，这种人会积蓄财富，一旦遇到机会，这种人就不会放弃，在领导面前积极的展现自己，能够在领导面前崭露头角，充分证明出只要是付出就可以获得收获，晚年就有很好的结果。七、脖后有痣。面相中一个人的脖子后面的痣象是看不出来的，所以这种痣象是藏钱痣。一般来讲，这种痣象的人事业上能够很好，遇到自己生命中的贵人，能够给自己很多的帮扶，而且对自己的事业能够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，所以这种人能够有好的做事儿，而且能够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，能够成就一番的事业，会很赚钱，而且这种人的婚姻运很好，能够有好的婚姻运势，能够很有作为的生活幸福美满。八、胸部长痣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胸部的位置处长有吉痣，则会有胸有大志的说法。大多数的情况下，拥有此种吉痣的人，他们自身的运势发展会非常的好，时常会有好运上门，个人的事业发展比较顺利，自身的财运兴旺，属于命运的宠儿，一辈子都不会缺钱花，所以这样的人往往实力强大，日子过得富有，想要干啥都会成功。九、大拇指长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大拇指的位置长有吉痣，则这样的人做事儿非常的有决心有毅力，多半自己赚大钱的本事也会比较强，一旦自己认准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，事业方面也会是兴旺发财，进财顺利，有苦难也不怕，会有贵人相助，一旦成功必定能够过上人上人的生活。十、手
心长痣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手心的位置处长有吉痣，则往往属于典型的聚财痣。一般他们个人的才能出众，为人专权霸道，天生就是做领导的料，知道怎么去领导帮助其他的人，所以一般的情况下，家里想要干什么都会成功，一辈子都不会缺钱花。而且这样的人只要是把钱交到他们的手里，就一定会打理得井井有条，生活过得幸福美满。11、手臂有痣，手臂后面尤其是在手臂的下半部分，这个地方的痣象如果是红痣的话，说明是典型的金钱痣。这种痣象的人能够有很好的运势，财运是很好的，非富即贵，而且不愁吃穿，能够做事很好，事业上也是有自己的作为，能够成为很好的人，而且责任心比较强，也乐于助人，能够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，能够受到别人尊重，也是别人眼里的有钱人，能够做什么都是很好的。12、后背腰上长痣，长在后背腰上的痣是一个聚财痣，有此痣象的人是天生的理财高手，很适合做商人，具有聚财敛财能力，善于打理钱财，并且工作态度热诚，脚踏实地，有较强的自制力，做事儿能够沉得住气，不轻浮，有智慧。13、肚脐眼长痣，在相学中，若是在肚脐眼的位置长有吉痣，则属于含珠痣。一般拥有这样吉痣的人，天生就会拥有非常不错的运势与才能等，而且这样的人天生就拥有口福，个人的能力出众，一生不用为衣食发愁，能够尝遍各种的没事儿，自身的福气旺盛，而且在肚脐眼的位置长有吉痣，命中有贵子，日后能够子荣旺家。14、屁股长痣，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屁股的位置处长有吉痣，则属于典型的福禄高寿痣。大多数的情况下，他们个人的运势发展的会比较平稳，极少会经历太大的挫折，而且对待个人的子女教育的也都会非常的好。后半生有实力有本事，往往中晚年的时候运势发展的会非常的平稳，子女孝顺懂事，万事顺利，寿命自然也都会非常的高。15、膝盖有痣，膝盖上面的痣象一般都是黄金痣，这类人能够有好的认知，学历很高，能够有好的事业潜力，而且这种志向的男人能够做事儿很好，事业很顺利，也能够非常幸运，所以能够自主创业，有一个自己的公司，赚很多钱，成为自己事业的领导人，能够做得很好，也很服众，别人都是很看好的，他们也会有很多的成就，也能够相应的获得很高的地位。16、脚底长痣，俗话说脚底一星能拥千兵，脚踏七星皇帝命，所以在脚底心的位置长有吉痣的话，多半天生就是富贵命，而且这样的人自身的才能也会非常的出众，无论是经商还是为官，都能够拥有不错的社会地位，做什么事儿都会做到精益求精，力求完美，而且在脚底的位置长有吉痣的人，自身的财气也不错，收入多。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鼻相看命运。鼻子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部位，鼻子长得好不好，对我们自身的命运也会有很大的影响。面相学中，鼻子直接关系到一个人是否富贵，因此好鼻子是每个人都追求的，甚至花大价钱去整容。但是只有天生的好鼻子才会福气满满。那什么才是天生的好鼻相呢？天生的好鼻相有哪些呢？今天就和小酱之一起去看看吧。1、如何看鼻相。1、看山根。山根位于鼻梁顶端，山根高的人事业心强，也有很强的赚钱欲望，恨不得一夜暴富，但往往欲速则不达。假如踏实的发展事业，一步一个脚印的走，可获得好的事业，也会赚取很多钱财。与山根高的人正在相反，山根低的人在赚钱上比较实际，只要够用就行了，并不会有太多的奢望，往往此类人更能生活的幸福。2、看鼻梁。鼻梁在面相中又叫吉厄宫，主导一个人的吉凶祸福。要看这个人一生命运如何，就要看这个人的吉厄宫了。好的鼻梁要高度适宜，挺直不弯，且直通山根，这样的人往往事业和财运都很好，只要通过努力便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，同时也会赚取很多的财富，属于事业财运双丰收的类型。鼻梁过高或者过低的人命运都不是很好。鼻梁过高的人往往心中充满理想，有些不切实际，喜欢赚快钱，向往一夜暴富，但往往沦为空想，难以成为有钱之人。鼻梁过低的人往往胸无大志，自信心不足，只求温饱，事业上难有大的发展。
如果鼻梁上面出现恶痣或者疤痕，说明这个人不仅运势不好，而且一生多劳累，并且身体状况也不是太好。鼻梁凹凸不平的人，生活中容易遇到阻力，财运起伏不定，时好时坏。虽然赚的钱也不少，但开销也多，很难存得住钱。3. 看鼻准，鼻头在面相中被称为准头，也被称为财帛宫。好的鼻准要丰满圆润，无痕无痣，气色黄明，主人的一生财运亨通，做事实际而踏实，有较强的赚钱能力，能通过自己的智慧赚取很多的财富。假如鼻准处出现恶痣或者凹陷，则预示其人财运较差，一生损耗，会被人骗钱、骗投资，越积蓄越损耗。4. 看鼻翼，鼻翼在面相中又称左右金甲或者兰台、廷尉。一个人的鼻翼要是饱满丰厚的话，这样的鼻翼才算是最佳的鼻翼。鼻翼厚的人善于积蓄，藏小金库；鼻翼薄的人不善理财；鼻翼有痣的人一定会破财，尤其是行运至49岁、50岁时会严重损财。假如鼻孔过大而鼻翼过薄的话，其人财运差，存不住钱，常常有出无进或者入不敷出。2. 富贵有福的鼻相。1. 虎仰鼻，这种鼻看起来都端正而大，比较丰满，看不见骨头，鼻翼上明显有肉，睛角有收，虽然山根会低一点，但却气场十足。清晰秀美的法令纹让人看着很舒服。这种鼻子的人头脑聪明，精明能干，年纪轻轻的就志向远大，到中年时期更是一飞冲天，事业兴旺，财源广广，是难得的富贵之人。若其他项里都好的话，那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，一生都荣华富贵，享福到老。2. 朝天鼻，这种鼻子修长，对金钱从来都不重视，在他们心中一直都感觉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因为他们本身就从不缺钱，生活的幸福美满。这种面相的人为人温和、诚实可靠，一生中总得到贵人的帮助，让自己财源滚滚。他们善良安分，孝顺父母，厚爱孩子，一生顺风顺水，很少受到灾难，属于绝佳的有福之人。3. 节筒鼻，这种鼻子看起来很平直，山根很平阔，而且丰隆饱满，鼻翼较宽，鼻孔圆却不漏孔。从侧面看起来的话，这种鼻子整齐有气势。长此鼻子的人善良诚实，非常懂得理财，而且会赚钱，能够积累不少财富，一生中从来都不会缺钱花，是一个富贵之相，总是会有享不完的福。4. 狮子鼻，听到这个名字，我们应该就能想象出来这个鼻子长什么样了。它山根较低，鼻梁较细，但鼻准头却很大。这种鼻子通常鼻翼比较大，就像狮子的鼻子般，看起来很有气势。有此鼻子的人从武的会比较多，一生中不是大富就是大贵，总之身边时常会有好事发生，基本上没遇到过什么灾难，过得一帆风顺，因此也是一个有福之人。5. 鹿鼻，这种鼻子山根较低，很有色泽，但不尖。这种鼻相的人天生有一副好心肠，重感情，重情义，只要朋友有难，他们就会挺身而出，竭尽全力去帮助。一生中他们很会赚钱，而且还懂得守财，家中的资产极其丰厚，但他们富贵却不贪心，懂得知足。若是男的就会娶得贤妻，若是女的就会嫁得良夫。若是与其他部位乡里俱佳的话，那这样的人一生都会大吉大利，长命百岁。6. 龙鼻，这种鼻子长得比较端正，山根高，左右法令纹清晰分明。长有这种鼻子的人头脑聪明，足智多谋，才华横溢，富贵缠身。若是能够与其他部位乡里俱佳的话，那就会官运亨通，在职场中能够获得一官半职，而且一生有贵人帮助，家庭和睦，生活得很幸福美满。7. 冠顶鼻，冠顶鼻又叫做伏羲鼻，这种鼻型相对于其他鼻子而言略显奇怪，当然这奇特的外观也有着常人无所对照的财富和权力。是做大事的人，冠顶鼻的人性格也有点与众不同，他们的想法比别人更加超前，所以在很多时候会给人一种不切实际的感受。但是正因为这种旁人无法理解的想法，铸造了他接下来1年的成就。8. 高鼻梁，这类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出生就有着很大的福气，他们不需要过多的修饰，总之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不需要太多的考量，只要去做就基本能成功。因为这类人本身财气就比较大，而且身边人脉也很广，当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有很多人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帮助他们，并且还会给他们一些利益。此类人做事果断，不会放弃任何一种赚钱的思路，只要是有利益在身边的时候，他们总是能够第一个获得利益，也就是高鼻梁的人优势所在。
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，那就是意志力强。正是因为有的时候很执着，所以并不容易被困难击垮，以至于他们总是能坚持到最后，把该得的一切全部都得到。高鼻梁的人拥有的这些特性都是福气之根本。9. 犹太比。众所周知，犹太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，而且拥有着傲人的智慧，在政坛和商场上叱咤风云的人数不胜数。所以拥有犹太比的人绝对不用担心钱财，只要是一心坚持地实现自己的梦想，日后定能富甲一方。但是由于这类人的天性比较精明，待人尖酸刻薄，所以并没有太好的人缘。小酱汁最后提醒大家，面部任何一个部位结合起来，断语都不会一样，希望读者能明白相不独论的道理。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生活小酱汁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酱汁。开讲前麻烦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我定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，点赞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我大家讲述的是面相出现鱼尾纹，相术代表什么？在生活中，鱼尾纹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简直如同噩梦一般，因为鱼尾纹的出现代表了自己的皮肤老化松弛。但其实更重要的是，鱼尾纹的面相还关系着我们的运势。那么在相术学中，鱼尾纹相术预示着什么呢？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相关文章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面相出现鱼尾纹相术代表什么？1. 劳心纹。很多人眼睛下方或眼睛上方有短短的微微倾斜的纹路，随着年纪的增长，都在35岁后一条条冒出来，越来越深刻。此为劳心纹，是人生屡扑屡起，不断遇到难题又不断解决的过程证明。有此纹路的人，生命历程是一页页的奋斗史。有劳心纹者不一定劳而无获，白手起家的大企业家，生出劳心纹者所在多有。另有一种纹路生长在眼睛下方的卧蚕部位，和劳心纹位置接近，称作阴质纹，显现出我们阴德大小和有没有积阴德。由于此纹细微，皮肤胀起来就看不到，所以在阴雨天或睡觉时皮肤松松的，比较容易看。此纹气色是亮亮的明黄色，从皮肤内透出来，明黄色的气色旁有紫气色环绕，这表示你好人好事做太多，以得天佑。2. 多彩纹。鱼尾纹一条微微向上，此为多彩纹，在男女身上意义大不同。有此相纹的男性个性刚毅善谋，还有福气娶到旺夫的老婆，是很好的吉象。有此相纹的女性则是能干归能干，但自我意识太强，会骑到丈夫头上，遇事不妨稍推让些。若是鱼尾纹一条并未向上，横横的走，此为刀裁纹。有此相纹者在社会上能将实力完全发挥，赢得一定地位，多属青年才俊，且对文学艺术等领域有很高的兴趣，是物质精神享受皆备的雅痞族。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士多有刀彩纹或多彩纹其一。3. 剪刀纹。眼角的鱼尾纹像剪刀一样的朋友，心地善良，待人热情，很有人缘，也很喜欢和朋友相聚，朋友总是爱找他，和谁都合得来，周末假日总是不乏活动，在友谊上是从不感到匮乏的一群。不过他们的感情却不像友情那么平顺，常常是离别作收。这类型常和伴侣分隔两地，扮演着1年1度牛郎织女或过着周末夫妻的角色，而且不时发生夫妻价值观的歧义，离婚几率不低。幸而他们有乐天的性格和众多好友做后盾，单身生活也能不孤单，老了还可相约好友住附近，互相照应，是有本钱不结婚的人。怎么看面相出鱼尾纹相术代表什么？什么是鱼尾纹？眼尾端在相学上称为鱼尾，鱼尾有朝上的，有朝下的。鱼尾纹面相区别很大，鱼尾下垂的人不论男女，性格较内向，行为或被动或消极，为人处事抱有与世无争的态度，但并非完全没有上进心。30岁前会出现鱼尾纹的话，就意味着衰老的提前来临。鱼尾纹面相看你会不会偷情。1. 鱼尾纹呈剪刀形。眼睛代表欲望企图心，如果眼睛有很多鱼尾纹，但是其中2条呈现剪刀形的人，容易有偷情的状况出现。2. 鱼尾纹呈一字体。眼睛有很多鱼尾纹，但是其中有一条鱼尾纹比较长一点的人，情欲旺盛，容易意淫，只要有机会就会想要试图。3. 鱼尾纹杂乱。眼睛周围代表肾脏，鱼尾纹特别杂乱的人表示消耗过多，
因此容易有偷情的举动。详解面相出现鱼尾纹相数代表什么？鱼尾纹本就是夫妻宫，鱼尾纹所处之位靠近肩门，也就包含在面相中，能透过其来观婚姻。鱼尾本身就是夫妻宫所主，也象征着配偶与夫妻的情分。鱼尾下弯深陷，象征姻缘较晚，婚姻难顺。不管男女，只有他们拥有深陷的鱼尾纹，且呈现出明显的朝下弯曲状，那么通常他们属于晚婚一族。若是早结婚，婚姻就难免不顺。早年鱼尾纹多而明显，不值一婚。假如在20多岁时就有了很深刻、很清晰且过多的鱼尾纹，说明其自身有多重婚姻。鱼尾纹深且清晰，或有2、3婚。假如鱼尾纹其中一条深且清晰，那么表示会有2次婚姻。若有2条鱼尾纹呈现出深并且清晰的特征，便有3婚的可能性。如果鱼尾纹短小不清晰，便不作数。鱼尾纹上下不同，代表的含义不同。如果鱼尾纹在上，并且不是特别清晰，便代表着情人或是有外遇。如果鱼尾纹在下，纹路很清晰，就代表着再婚次数。鱼尾纹深长婚姻久，短而有断难长久。若是鱼尾纹深而长，表示这段明媒正娶的婚姻相对来说比较持久。反之，假如鱼尾纹很浅或被竖纹截断，象征婚姻易有外遇，或是婚姻。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脚相看一生，福祸吉凶。虽然每个人的脚看起来都差不多，但是仔细观察，每个人的脚相其实都有不同的特质，比如脚趾长短、脚掌厚薄、长短等都是不一样的。而且从命理角度分析，不同脚相的人命运也是截然不同的。今天小酱之带酱友从脚相看一个人的命运吉凶，快看看你的脚相如何吧。7种贫穷足相。足如平板，在脚相中，脚掌部位也称为明堂，对人的运势影响比较大。此处一凹不一平，如果脚心部位内陷明显的话，则代表着群山环绕，脚心存水，能存财纳福。若是脚掌长得非常平的话，在相学中也称平板脚。这种脚相的人大多心态过于乐观，喜欢幻想，做事不够踏实，事业上难有起色，财运较差，生活比较的困窘。足下无纹理。这里说的脚下纹理主要指的是脚心的纹理。如果一个人的脚心平滑无纹的话，是非常不吉利的。这种脚相也称为棺材板脚相，属于下下之相，代表着根基不稳，容易招惹小人，身边是非不断，遭到小人的陷害，导致地位和名誉受损，给自己造成非常坏的负面影响，从而对事业造成阻碍，财运也会受到损失和影响。脚趾尖薄。如果一个人的脚趾长得圆润且比较长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意志坚定，事业发展较好，会有一个美好的前程，一生福禄旺盛，生活富裕。而若是脚趾长得尖薄的话，这种人大多一生辛劳，但是容易多败少成，诸事不顺，事业和生活比较的坎坷，蓄财能力比较差，一生漂泊不稳定，一辈子辛劳却难有大的突破，一直为钱发愁。足大而薄。足大而薄很好理解，指的是脚面宽大，但脚面到较低的，厚度较薄。这种脚相的人大多性格非常的急躁，做事缺乏耐心，也不够专心，非常的马虎和大意，经常容易出差错，而且不知道改正，思考问题也比较的简单，缺乏理财观念，自我控制力不强，花起钱来也是大手大脚，存钱困难，财运不太好，很难获得太高的声望。足上毛多粗硬。如果一个人的脚上长的毛比较多，是非常粗硬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格刚直而固执，决定的事情就会一条道走到黑，哪怕知道是错的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，也不顾别人的感受，而且脾气比较大，特别容易发火，做事总是毛毛躁躁的，非常粗心，人缘不好，事业上也比较的坎坷，容易失败，破财较多，一生贫苦难富贵。大孤拐。所谓大孤拐，指的是大脚趾旁边的那边脚骨向外突出明显，看上去就像一个孤拐一样。长有此种脚相的女人大多内心非常的不安分，是不会满足于在家做一个贤妻良母的，
对外部的世界充满向往，容易经不住外界的诱惑，婚姻不够稳定。男人有此角相的话，性格比较的外向，做事也非常的积极努力，往往能够成就一番事业，但是有克妻倾向。7. 脚甲带灰星劳命。脚甲带灰指的是脚趾甲发灰或发黑，这种状况大多都是身体机能下降比较快，一生命运不稳，天生属于辛劳命。而若脚趾呈现出一种奶白色的话，这种人一般一生的运势比较平稳，而脚趾甲呈血红色的话，命中易富贵。2. 10种富贵足相。1. 人字脚纹。脚底板的2脚趾与指弓之间的落位处，如果长有人字纹的话，是难得的大富大贵脚相。不过这种脚相是非常罕见的，不过占有此纹的话，属于难得的超级富贵脚相，命中还有大富贵，挣钱能力非常强，善于理财，能够积累丰富的财富。2. 脚甲圆圆。如果一个人的脚趾甲比较圆，也比较光滑的话，男人有钱，女人命好，易嫁贵夫，天生是个领导命，手下会有工人使用，自己不用做工，一生不缺钱花。而若是脚趾尖圆圆的，且四周向下曲长的话，则代表着婚姻运较好，男人娶得好，女人嫁得好，一生富贵，生活过得比较轻松。3. 脚有红痣。在相学中，红色的痣一般也称为朱砂痣，而如果脚底下长有红痣的话，属吉痣，为旺人旺财之痣，事业发展顺利，而且还能给身边的人带来好运，不仅自己能发达，还能带动身边人共同富裕。这种人大多运气较好，事业发展顺畅，做事稳重，一步一个脚印，不喜欢贪功冒进，富贵长久。4. 二指长过弓。2指长过弓指的是2脚趾长得要长于大脚趾，这种人大多性格方面比较的好强，也比较的独立，不喜欢依靠他人，凡事喜欢亲力亲为，不安于现状，不甘于人后，赚钱能力非常强，一生不会缺钱花，能够衣食无忧。5. 脚踏一星。所谓的脚踏一星指的是脚底长有一颗黑痣，且志向较好。俗话说脚踏一星能长千兵，这种人一般比较聪明，能够拥有一些特殊的技能或才干，很有领导能力，能够在社会中获得不错的名望和权力，适合走仕途，容易升迁。6. 脚下荣归。脚下荣归说的是脚心处深凹，与脚跟处形成明显的凹凸特征。相书中有云，脚下荣归，富甲一方。这种人大多出身较好，从小就有着不错的家庭实力背景，财富运旺盛，贵人运较好，事业上常会遇到贵人的提携和帮助，做事总是事半功倍，并且还能继承家中的祖业和遗产，能够拥有着令人羡慕的个人财富，是大家眼中的大富之人。7. 脚小而厚。如果一个人的脚长得较小，但脚长饱满而厚实的话，这种脚相也称为贵人脚，尤其是对女性而言是大吉之兆。这种人大多一生的运势顺畅，工作中容易出现很多的发展机会，而且身边贵人很多，即使遇到一些困阻，也会在贵人的帮助下迎刃而解，一生财运旺盛，生活方面更是衣食无忧。8. 脚趾长而有力。如果一个人的脚趾长并且长而有力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做事非常的积极，而且心性乐观，意志力强，即使遇到困难也不会轻易的退缩和逃避，做事坚持，很有耐心和恒心，有着很强的领导力，适合白手起家去创业，往往能够取得不俗的成就。但在对待感情方面也非常的积极主动，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就会主动去追求，不过在感情方面比较感性，容易多愁善感。9. 脚下成根。所以脚下成根指的是脚跟厚大，比较明显，与脚心位置有着明显的区分。脚部代表着人的根基和行事作风，这种人大多根基稳健，家庭殷实，贵人运非常旺盛，容易得到家人或朋友的帮助，财运上升明显，并且这种人的家运很旺，子孙运非常好，子女也比较的有出息，家运一直处于一个上升状态，家庭安定富裕。10. 脚下旋纹。所谓的脚下旋纹，主要指的是脚心部位出现漩涡形的水波纹。这种人大多性格开朗，口才非常好，有着很好的沟通和交际能力，善于结交朋友，也特别的喜欢表现自己，能够积攒下丰富的人脉，而且这种非常注重自己的名声，在为人处事方面非常的讲究原则，总是希望向外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，在事业方面容易取得不错的成就，从而危机带来很大的财富和名望。
有些运气是天生注定的，所以当运气来的时候要紧紧抓住，将它发挥到极致。但生活更加需要努力和清晰的目标，和与之相匹配的能力。运气只是参考，希望大家都能通过努力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